中国空军在2022年的发展前景如何，是广大军迷朋友们所关心的话题。今天虎哥就来跟大家一起唠唠这事儿。各位老铁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中国空军自打进入2011年后就一路快速发展，每年交付入列的新式战机那是一年赛一年。但是网友们还是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，每当年末的时候，解放军就开始集中亮相使用老式武器的作战部队，让不少网友会心一笑，这就是另类的哭穷，以在新的一年获取更多的资源，为部队更换新式装备。中国空军也不例外，晒出了老旧的歼7系列战斗机哭穷，引起了网友热议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空军为什么还有这些老旧飞机呢？要知道，按照美媒的评比，中国空军是当前排名世界第2的空中武装力量，拥有近40万人和5000多架军用飞机，其中光是战斗机的数量就有1800至1900架，其实力仅次于美国空军。而且随着近年来空军歼10C、歼16、歼20三剑客大量入役，连最金贵的歼20战斗机都已经换装多支一线部队，何况歼10等其他非隐身战机。因此歼7这种爷爷辈的2代半战斗机不应该早早退役吗？虎哥认为，实际上中国空军拥有的老旧歼7、歼8战斗机的部队并不在少数。经过10多年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，现阶段中国空军拥有超过550多架歼10 ABC、360多架歼11系列、260多架歼16、120多架歼20和120多架苏30、35组成的庞大先进战斗机部队。这些先进战斗机总数加起来高达1360架，让中国成为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2空军强国，在亚洲则无任何对手可以匹敌。但是考虑到中国空军庞大的整体规模下，目前还有400多架歼7和歼8战斗机在12个航空旅服役，遍布5大战区空军，偶尔还能见到歼7和歼20这2种完全不同画风的战机并肩翱翔，简直堪称魔幻。不过现在空军2代战斗机的数量正在急剧的减少，去年年底解放军的一个装备歼7战斗机的航空旅已经换装了先进的歼10C 战斗机。现在空军的落后战斗机仅占据空军战斗机总数的 25%， 这已经改善很多，短短几年之前这个数字可是 60% 以上。不过还是有网友希望空军能够加快速度退役老旧的战斗机，因为这些战斗机还有一部分在对台对印的第一线进行部署，面对敌方的先进战机，肯定是不具备满足需求的空中作战能力，而且结合空军正在向战略空军全面发展，更换落后的战斗机也是符合时宜的。所以就有网友认为2022年最好把12个空军旅全部换装成歼20、歼10C、歼16空中三剑客，有这种可能吗？虎哥认为这就属于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。一年生产400多架新锐战机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现代战机不是2战时候那种螺旋桨老爷机，生产工艺和工时都注定了其建造的复杂程度。现在是和平年代，又不是战时体制，一年能生产4个航空旅的新式战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从相关数据可知，歼16 5年生产了200多架，这顶大能武装7个旅。歼10各型号10多年才生产了12个空军旅，至于歼20到目前为止的产量也不过是2个空军旅，因此这些飞机平均的年产量算下来也就大概是2至3个空军旅的需求量，这已经是现阶段我国军工业的最高产能了。当然，一年生产12个旅的先进战斗机也不是不可能，前提是打世界大战，中国军工业爆发，战时产能确实能做到。因此咱们就展望一下2022年的中国空军吧。今年如果没有什么太大变动的话，空军的三剑客还会接着稳步生产，其中歼20的产量可能要得到一定的提升，
主要是周边局势的变化和成飞的产能提升。歼20的生产数量可能会达到半个空军旅的规模。至于歼10C 的产量可能会进一步减少，将部分生产资源往重型机这块集中。歼16则加强产能，替代我军中即将退役的苏 27SK 和苏30战机。歼10C 和歼16的年产量总和可能将达到2至 2.5 个空军旅的规模。因此今年解放军肯定能最少换装2个旅的歼7战斗机航空旅。虽然这个数量远没有网友想象的那么多，但是放眼整个世界，一年稳定生产2至3个旅，折合100多架战斗机的国家，只有中美2个国家可以做到，连俄罗斯都没这个产能，更别提英法等国了。所以中国空军正在稳步向全面现代化迈进，但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，需要一点一滴的慢慢积累。